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影响馒头塌陷最主要的原因是面粉，或者进一步说是面粉里的面筋。我们来看一个对比试验，同一个配方，我用2种面粉来做牛奶小馒头。冰箱里取出的冰牛奶、酵母，搅一搅，酵母吸收水分之后呢，加入面粉。左边是中筋面粉，右边是做包子用的大包粉。大包粉是属于精加工一类的面粉，漂白的很厉害，所以它很白，而且比较细，面筋含量不少，但是面筋的筋度不强，容易断开。揉成团，不需要揉光滑，但是干湿要揉均匀。醒面5分钟，5分钟之后，面团分成8份。另外一个面团也是8份，取一个小面团，把小面团的边边收到中间，一个小馒头胚子就做好了。按照顺序放到保鲜膜下面，取出第一个。下面来看看馒头的整形，中间轻轻压一下，然后对折，再对折。馒头的面儿和底儿就出来了。用拇指继续把馒头的底边收在一起，注意手掌心是空的。最后轻轻整理一下，在面团发起来之前整形馒头的表面会很光滑，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要用冷牛奶的原因。2笼馒头都整形结束，开始发酵。1个小时之后，你看不同的面粉发酵的速度也不太一样，大包粉发得快一点，而且这个是后整形的。中筋面粉的馒头让它再发一会儿，先蒸大包粉做的馒头，水开上锅中小火蒸15分钟，蒸好之后呢，不需要等，直接开盖。没有一点塌陷，每一个都很饱满。前1笼蒸好后，中筋面粉的这1笼也发酵的差不多了。整形发酵到这一步馒头都很漂亮。同样也是水开上锅蒸15分钟，蒸好之后呢，也是直接开盖，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幸免。这个实验呢，我做了好几次，结果都差不多，2次发酵法也是同样的结局。为什么？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操作，1笼光滑美丽动人，但是另外1笼就会全部塌陷呢？来看一下馒头塌陷的原因。掰开馒头，它的里面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气泡组成的。压下去的时候呢，气体从小气泡里被挤出去，手松开，气体也从外面被小气泡吸回来，它就恢复了馒头的形状。所以馒头里的小气泡是破开的，气体可以自由进出。但是当面筋形成的小气泡比较结实，不能够被膨胀的空气撑破，遇冷后气泡里的空气马上会回缩，所以馒头在开盖的那一瞬间就会全部缩回来，造成塌陷。同样的配方又揉了2个面团，先不蒸，让它先发起来。先看看大包粉这个面团，轻轻一拉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面筋很容易断开。再看看中筋面粉，面筋不太容易断开，里面是网状的面筋结构，这个面筋的强度更适合做面包。放在一起对比看一下，大包粉不容易造成塌陷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到大包粉一类的面粉，而且小包装也比较贵。最主要，这种深加工的面粉做出来的馒头吃起来不香。知道了馒头塌陷的原因，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是用刚才全军覆没的这个中筋面粉来做。我从5个方面入手。第一，减水，面粉遇到水，面筋才会形成。干面团里的面筋没有湿面团里的面筋形成的好。还是同样的操作，揉成团，醒面5分钟，分割8份，初步整形。到这一步操作都是完全一样的。
接下来我们增加一个整形的步骤，也就是我们的第2点，整形时改变面筋的排列，增强面筋整体的支撑力量。赶长折起，再赶长，再折起来。这一面是馒头的表面，翻过来，把对角捏在一起。后面的步骤也是一样的，馒头开始发酵，一共发酵1个半小时左右。最后半个小时打开盖子，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点，开盖发酵，让馒头表面形成一个外壳。第4点，用小火蒸。如果你用中火或者中小火蒸的话呢，把火调到最小，同时延长时间。最后一点，延迟开盖。蒸好之后呢，等5分钟再打开盖子，让冷热空气对比不要太强烈。你看啊，同样的面粉可以做到从全均覆没到没有一个塌陷，就是通过这5个要点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